带抓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还有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一轮好，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现在美伊开战啊，应该是进入到今天算是第19天了。好，所以已经打了快3个礼拜。那我们也看到现在的状况似乎有一点转折，主要就是因为228这天啊，哈米尼先被斩首之后啊，现在伊朗这边也要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61波的攻势来报复拉尼贾尼的遇害。好，那他们的革命卫队发射的包含的是城堡破坏者、伊马德飞弹，还有携带多弹头的霍拉姆沙赫尔4以及卡德尔飞弹。好，飞弹说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就击中了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100余个军事还有安全的目标。好，那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在补充说啊，这次空袭之后啊，特拉维夫的部分地区电力是都中断了。好，预估现在的袭击当中，以色列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30人。好，所以看起来啊，伊朗现在啊，对于以色列啊是正在复仇当中。伊斯兰革命卫队点名了15家的美国企业。好，我们看到他们说，所有跟美国有关的产业据点都可能会成为攻击的对象，而且警告美国的政权应该赶快的撤离区域内所有的美国产业。同时也呼吁居住在美资持股工厂附近的民众要尽速离开，避免遭到波及。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这边是已经预告了他们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好，但是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这个反击还波及到了波斯湾的5国。那当然现在就问到川普，然后川普说对于伊朗报复攻击卡达、沙国、阿联酋等这个国家，他感到很震惊啊。他说，就连最专业的专家都没有料想到这一点结果马上呢就被相关的媒体打脸说引述情报界说法打脸了川普。因为在行动之前其实川普早就有被告知伊朗可能会用报复来攻击美国区域的盟友。那现在川普说他不知道啊，有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大忘了但是可以想见他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多么的鲁莽。好，那我们看到伊朗的新最高领袖现在拒绝停火。好，那这个新最高领袖就是之前这个哈米尼的次子穆杰塔巴。那现在就有伊朗的官员透露说穆杰塔巴有出席上任之后的首次外交政策的会议，有做表态。他表态说现在不是谈论和平的时机，除非美国跟以色列这个跪倒在我们面前，而且承认失败又支付赔偿金，否则伊朗这方绝对不会罢休。好，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还透露说穆杰塔巴对于报复美国跟以色列的立场非常的严肃而且强悍。好，之前我们就曾经讨论过，穆杰塔巴被认为比他的父亲更加的强硬好，所以呢，看起来现在伊朗是继续会不停手，然后反而可能会加大的力道。好，那我们再看到伊朗的国会议长这个卡利巴夫，他说这边的秩序会改变，但绝对不会是美国意志盛行的秩序。他认为会变成是一套区域性本土化的秩序，就是接下来中东的局势绝对不会是你美国主导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现在美军到底战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呢？看到Plan A、Plan B、Plan C 好像都没有办法那我们看到 CNN 有特别报道说从海事追踪的资料显示，有一艘巨信带着数以千计陆战队员跟海军士兵前往了中东的美军海军舰队正在靠近新加坡外海的马六甲海峡。这个陆战队远征支队包含了主要4个部分，一个就是指挥再来就是地面作战，以及空中作战，还有后勤作战。所以就有人在想说之前不是川普有曾经说要夺他们的这个伊朗石油命脉的岛吗？那是不是接下来也要派地面部队来进攻伊朗？那会不会又重蹈过去越战的覆辙
所以啊，伊朗副外长现在也似乎有这样的感觉啊，说好啊，如果你要重演越战，就出兵吧。他有做警告他说伊朗我们可以战斗多久都可以。目前没有把重心放在外交来解决，而且警告美国，如果你派遣地面部队来介入的话，就会面临另一场越战。他说美国士兵在伊朗可能会重蹈覆辙，他们很清楚那些把他们拖入这场战争的人，也同样能把他们拖进泥沼。所以看起来伊朗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已经对美国可能发动地面部队介入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对策的方案。好，那当然美军现在也有帮川普设很多种退出的选项啦因为看起来这个升级感觉是持续的。那伊朗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荷姆兹海峡，那战争结束的时间表跟条件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有一些政府的顾问主张要制定一个退出策略，那担忧战争会引发全球经济的不稳定。那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借机削弱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好，但问题是最害怕就是现在看起来川普像是被国际上孤立因为好多的盟友都不挺他啦。看到马克宏他就直接讲说我们法国又不是这场冲突的当事方我们不会参与打通荷姆兹海峡的行动。但是，一旦局势比较平静可能会跟其他国家一起参与护航机制。好，那现在北约嘛，因为态度比较冷淡所以川普也呛瞎了。他说我向北约跟他们的盟友提出这个协助保护荷姆兹海峡的请求，结果遭到拒绝。所以他认为应该考虑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因为他说北约盟国正在犯下愚蠢的错误。他说我们不需要他们，但他们理应伸出援手。好，那现在还有一位他们里头的官员辞职了。好，这一位呢是美国的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好，他就说他无法昧着良心支持这场伊朗战争他觉得伊朗对我国并未构成立即威胁，但是开启了这场战争就是受到了以色列跟强力的美国游说组织的影响。好，那他一辞职，川普也马上说他在这个安全议题上面也是表现得非常软弱，还说这肯特辞职是好事。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讨论到第19天了。好，伊朗现在是没有要停手接下来这个战局恐怕是持续的焦灼。好，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这场战局？现在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这个第2阶段，其实本来美国就没有这种下台阶了，但是川普看到，各国不愿意协助，然后呢，他自己内部自己的政府有很多的不同意见，副总统 AI 沙皇到现在这个反恐中心的主任，这个反恐中心的主任是绿扁帽特种部队出身，川普的强力支持者，参加过11次的任务，但是他的太太也在一次以色列的轰炸当中去世，所以他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为什么？昨天晚上以色列又再次的暗杀斩首伊朗的国安的首长就是拉尼贾尼，然后呢还有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为什么伊朗选择这个时间点，也就是以色列选择这个时间点？因为他看到川普在松动了，川普可能又直接宣布胜利要下车了，但是他不准让他下车。现在因为这2个暗杀，其实他情资的掌握，他随时可以采取。是为什么要在昨天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刚好。那同时呢，现在伊朗也不准美国这么轻松离开。当然，这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整体的轰炸，仇人是以色列，但也是美国。所以呢，他接下来报复，你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他就大举的针对以色列做再次的攻击。这已经是第61波。伊朗现在弹道飞弹可能还有1500枚，不确定。无人机至少还有2万枚。但是呢，他们现在采取的是精准的打击。各位，大家都没有看到，实际上以色列从2月28号到现在，死亡人数大概连今天早上不到20个人，可是受伤人数已经超过3500人。那什么意思？
也就是弹道飞弹跟无人机造成了3500人受伤，这都是严重受伤要送医院急诊的，表示说特拉维夫已经加沙化，也就是说大概超过100栋的建筑被攻击。在以色列在海湾地区他们现在是禁止你再去拍，然后呢禁止你放在就是社群网站上。那伊朗这边呢，现在死亡起码超过1500人平民，中间有168位中学小学生、女学生，然后呢受伤超过2万人。所以现在这种轰炸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怎么说第二阶段呢？川普已经很难驾车了，同时他现在要派海军陆战队大概在2天左右可以到这个地方。那你要做什么？也就是这个第二阶段可能会进入到第一个再次的强力轰炸。第二个可能再有斩首事件，不过斩首事件不容易发生。我觉得拉尼贾尼被暗杀掉之后，伊朗的这种过去比较资深高层，然后呢有国际知名度，同时某种程度温和派，因为他跟美国谈出来的核子协议，所以呢他这个阶层人都被以色列斩首之后呢，年轻的青壮的强硬派都上来。而且他们不会再去国际上去讲这讲那儿，以避免曝光被战车暗杀。所以呢，现在革命卫队主导的是绝对有就是正当的理由继续扩大对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个轰炸。看起来美国到底要走地面攻击，还是石油设施，还是海水淡化，甚至可能以色列会不会进一步采取核子攻击？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都不确定。第二阶段的不确定更加扩大，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阶段的开始，就代表说可能还有另外一波更大的军事行动舰长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无论是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或者是伊朗对于美国的反击，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那也就是海湾国家。那它这个红色的点呢，其实都是被攻击的部分那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呢是伊朗，那但是呢蓝色的点是它被攻击的部分。我们有看到一件特点嘛，也就是伊朗的东部完全的没有被攻击。那意思是什么？其实美国对于这个东部的山区无法掌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不断的有非常多的数量的弹道飞弹或无人机起飞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些弹道飞弹，它的距离都是在1500公里以上，但是实际上来讲，从伊朗的境内，如果说最近的位置发射的话，其实没有那么远大概最远也不会超过1200公里。它为什么需要这么远的距离？因为它往山区撤，或者它一开始就在山区，所以它需要这么远的一个弹道飞弹那进行攻击那至于说无人机也是类似的状况，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摧毁。那至于说对于伊朗来讲，他们已经做好了非常绵密而且有序的反击行动。也就是说，现在如果美国对于这个我们讲到说哈尔克岛进行攻击的话，它就会对于这个海湾国家所有的，无论是你是炼油的设施，或者是我们讲到说你是抽那个油井的部分，全部一起攻击。这个一攻击的结果呢，其实就会造成整个世界上的这个物价的波动。那结果最受伤的就是11月要期中选举的川普。那对其他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怨言，那也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欧盟或者是北约的反应就非常清楚了。美国现在要派迪利波里号，那他派迪利波里号的2栖攻击舰呢，那其实现在大家都说他这里面有2000多人那但是他是不是还有派像之前的铁拳行动里面有派这个圣地亚哥号或者新奥尔良号的这个船坞运输舰？其实现在没有人在追踪这件事情。那如果他派的是船坞运输舰的话，那其实它上面除了可以搭载鱼鹰机，那肚子里头也就是坞舱里面可以装着这个
气垫登陆艇，那还有非常多的补给啊。那这一个补给呢，如果它现在的位置的话，那当然是我们看到有关于它在这个是前天的位置啊，它在这个南海。那它在南海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到了新加坡附近了。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没有，这个一个圈一个圈的都是 AIS 的讯号，这个中间为什么是一条线？因为它把 AIS 关掉了，这个位置叫做什么？叫做黄岩岛。所以美国现在来讲，实际透过这场战争，暴露了他非常多的胆板，以及他心中真正的恐惧。好，文基哥怎么看？应该这样讲啊，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会打到2-3个礼拜？基本上因为美国就是师出无名嘛。那我们用师出无名，我就请导播 take 一下，不管是我们从这个哈斯写的这个不得不战、选择之战，美国基本上没有道德的高度。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以现在来看，为什么日本的共产党的这个所谓委员长长田春治在问的时候说，问高市有没有违反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什么会无言？就足以证明这场战争师出无名。回过头我们来看，我觉得当我们觉得就是他进攻伊朗。就是我觉得越来越过分，是因为各位看到了，他连拉里贾尼都杀掉的状况下，我觉得已经是让台湾围攻前门打吼。当然，我觉得已经做过头。那我觉得伊朗现在比较聪明的，我觉得在第二点，我们看到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他点名了15家的一个企业。坦白讲，这里有点类似什么味道？张天金间接的影射杀伤力最大，他点名就有点像我们讲的极速炸弹。其实那个不确定性非常的高。回过头来讲，我今天觉得说，当我们看到他说替川普解围，说他没有考虑到这个是不是大家不帮忙他？对不起。不管是咱们中国人的智慧《孙子兵法》，或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克劳塞维兹，乃至所谓的鲍威尔原则3项原则，我觉得现在讲出这种话，基本上没有办法让人信服，因为他们很显然没有看周星驰的电影。倒下了千万个拉里贾尼，还有更多的人，因为对于穆杰塔巴，你是杀父杀妻杀我全家的仇，这个仇不可能。因此，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所有波斯湾的国家，包含我们看到法国、德国、澳国、英国，为什么会讲？因为他们现在有点像是谁？刘世芳讲的那句话，刘世芳讲的是离我远一点，我觉得我被骚扰了。对于这些国家，他觉得很奇怪，你搞出来的儿子，我为什么要帮你养？更何况你刚刚我们讲师出无名，因此当我们看到了肯特跳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讯号，他是第一张骨牌。因为刚刚永明老师有提到他的一个背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第二个？为什么连马来西亚对于所谓的这种紧急权利法，就是经济的这个东西，他也跳出来第一个国家？换言之，美国我觉得是一个落日余晖。但是我们目前看到了，不管是站在所谓的亨廷顿的这个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我觉得对于伊朗而言坦白讲，为什么他的外长或是他的这个后继的人选会觉得？因为对伊朗来讲，我已经 nothing to lose 了。你没有看过克布尔时刻，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勇士们的那部电影？梅尔吉伯逊最后他讲的那句话，那个越南的军官讲的他们永远没有搞清楚，他们到底在跟我们争什么。这就是美国人会越陷越深的原因。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嘛，难道还要重返这个过去越战的覆辙嘛？然后当时让很多美国人非常的反战。其实现在美国人也一样但是川普不听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带你掌握到的是伊朗的报复但这样子的源头其实还是要从以色列这边的攻击开始说起也就是再度的要讲到的就是他们击杀了伊朗的国安首长拉里贾尼这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他说被视为伊朗实际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长拉里贾尼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民兵组织巴斯杰的领袖苏雷曼尼都在前一天晚上被以色列击杀了。好，那也看到以色列这边当然击杀了之后，我们也很关心伊朗这边的讯息。其实呢，伊朗总统就有发表声明说，
确实，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拉里·贾林吉遇害，他表示哀悼，他的去世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那他也呛瞎说啊，凶手必将受到严惩。好，所以革命卫队航太部队的指挥官他也特别讲说啊，今晚的敌人天空将会变得更加的壮观。好，那伊朗的哈塔姆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特别讲说啊。川普啊，你等着我们的惊喜哈！军方回应将比敌人的行动和想象力更具破坏力。好，当然就是希望能够为拉尼贾林来复仇。好，那监测伊朗发射飞弹，以色列的中部有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我们看到这是在18号的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称他们监测到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飞弹。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其实在以色列中部有防空警报。好，在耶路撒冷的上空还可以看到以军发射飞弹来进行拦截。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地区现在真的是相当紧张那当然，我们要持续的关心的就是美军到底有没有什么反制的做法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曾经带大家看过画面就是钻地弹。好，那现在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有特别讲说啊，其实在数个小时之前，他们成功对伊朗位于赫姆兹海峡附近的沿岸飞弹设施投下了多达5000磅重的深层钻地弹药。他说啊，这些设施的内部属的反舰巡弋飞弹，对于穿越海峡的国际航运是构成了风险。好，当然美国这样的说法意在就是他要把伊朗的沿岸给打烂嘛。那伊朗的国会议长他就有特别讲说啊，那赫姆兹海峡就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警告美国，因为现在赫姆兹海峡看起来是有打到美国的软肋啦，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封锁了全球石油跟天然气重要的运输咽喉赫姆兹海峡。那川普当然也是呼吁盟邦要一起派军舰来护航。那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就说了，其实啊，如果你要找这个海军护航，就算有，也没有办法100%的保证船只可以安全的通过赫姆兹海峡。那甚至更多的国家是不想被卷入这场战争。好，所以我们看到啊，目前在日经的报道上面说啊，只有3月的上半个月沙国有通过红海的港口来装货，它的油量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激增了21倍。但是现实还是存在着隐忧就是受限于管道容量等因素，所以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弥补赫姆兹海峡中断所留下的运力缺口，所以在全球的能源上面还是非常短缺。那现在川普啊，当然是想说啊，我的这个伊朗的战事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还是要震慑其他的对象包含他之前有讨论到的古巴那我们也来看到，也就是现在伊朗引发了国际的油价上涨。那彭博就说了，美国好像要放松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好，这是白宫发言人罗杰斯说啊，政府已经核发了许多的通用许可，要促进的就是矿业跟能源产业的快速进展。所以如果有必要，他会继续的采取行动，要恢复的就是委内瑞拉的和平以及繁荣。好，委内瑞拉呢，当然就是因为之前他把他们的总统给抓走嘛，那当然在这场战局上面他打的是快又准，所以似乎尝到甜头，现在才会想对伊朗动手但是真的就是这个冤家路窄我们看到 WBC 美国就跟委内瑞拉在最后争夺冠亚军，结果委内瑞拉最后是以3-2扳倒了美国勇夺队史的首冠。好，川普赛前呢就调侃委内瑞拉要不要成为美国的第51州。好，其实委内瑞拉这次把美国扳倒，好多人都竖起大拇指按赞好，那比赛结果出炉之后，我们也选了一个川普比这个赞的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 Stay hood。建州啦自己输了还要把别人当成51州大家就说啊，真的是不要脸天下无敌。好，那当然现在啊，因为川普对于古巴还是蛮心心念念的。好，《纽约时报》就有说啊，美国有希望推翻他们的领袖，就是他们的总统迪亚士卡奈。好，但允许这个共产政府能够继续在这个人口960万的加勒比海岛国来掌权。好，但是古巴总统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们是有在跟美国谈判，但是对于谈判的内容我不跟你透露。
好，所以大家也是一筹莫展，不知道他们两方到底会怎么来思考。但是俄罗斯的外交部讲得很清楚哦，他说我们会继续的向古巴来提供支持，包含是物质的援助。好，所以你看，唐罗主义哦，还是有在启动，那就是川普把所有的战场全部现在都依次的罗列出来，那就会让大家觉得到底有完没完呢？好，我们刚开始来看到的就是以色列的袭击，我们这个军事的部分，我们先问舰长。其实这个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啊，不断的击杀这个伊朗他的一个国安高层啊，现在是国安首长拉里贾尼，那他被击杀了，这样子有用吗？其实没用，为什么？因为越年轻的越强硬。那他为什么要强硬？因为他的父兄辈都已经被杀了，然后而且呢，他如果不强硬，就会被人家说软脚虾，很快就下台了。然后另外呢，他会被怀疑是内奸，所以没有人会软弱的。那至于说啊，有关于现在这一个霍姆兹海峡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有这么多的商船呢，一共有22艘，其实都已经被命中。在命中的这些国家里面，当然有美国的，也有泰国的，那也有马绍尔的，各国都有。意思也就是，其实你要通过非常的困难，那必须要跟革命卫队或者是跟伊朗的高层达到一个共识。那现在到底是不是可以护卫这一些商船呢？非常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啊，如果我们从这个它的一个地理现象来看，它的最窄的处只有30公里，30公里。我们海军啊，在进行护航的时候啊，又不是 bodyguard， 又不是保镖，也就是一个拽一个就直接冲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依据我火炮以及飞弹的射程，以及我距岸的安全距离，那通通都要算出来。然后呢，这还要配合水文的环境。大家觉得说这个其实很浅啊，这个有关于霍姆兹海峡或者是波斯湾很浅，并不浅哦。我们来看啊，如果以这个霍姆兹海峡这边来看的话呢，它这里实际上来讲，它的东段有500公尺深的，有100公尺深的。如果霍姆兹海峡的这一块的话，它有100公尺深。所以其实呢，你如果它要有这个水下的无人载具进行攻击，或者是我们讲到细流雷的存在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这些可能的话，你要如何的编队呢？编队不是我觉得怎么编就怎么编，你要依据水文条件怎么编呢？那之前讲的很猛的这个，也就是台湾海峡有事，危及到了就是对于日本造成了危及存亡事态。现在可好了，你说你要改宪法，其实现在的宪法日本的宪法就是保护你高市早苗，不用派兵啊，但是你也好不了几天。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来讲，你现在直接遇到川普他会直接的用现场扭转你的立场。好，永明教授怎么看？我讲，在昨天以色列暗杀斩首伊朗的高层之后，这个事情已经进入到第2阶段，伊朗进行了第61波飞弹雨的反击，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创伤。然后呢，现在川普已经要让海军陆战队介入到这个事情，所以接下来的第2波很可能会出现地面战争，或者是打石油设施，甚至伊朗可能会报复海湾地区的石油设施，或者是海水淡化的设施。进入到石油设施跟海水淡化，那一定是相互毁灭。这个时候，鄂姆兹海峡已经不重要，没有油可以运出来了，而且它造成的全球的油价跟经济的冲击，那是难以短期内恢复的，它也会对美国产生冲击。到目前为止，双方都还克制，没有去针对石油设施跟海水淡化设施做任何的攻击。可是，川普到底要怎么做？现在有2种可能。第一个，他可能派海军陆战队去把伊朗的浓缩铀给带走，然后呢，他就宣称他取得胜利，因为他刚开始说攻打伊朗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要攻打以色列。那但是呢，伊朗的核设施去年6月的时候被美国打骗一招，然后呢，他都在深入地底下的隧道，2200名海军陆战队可以深入到伊朗内部，而且明知
这边的困难、它的防卫以及它的地理地缘的位置，那能不能成功，还是会被歼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作为。第二个是他去占领在伊朗西部的哈尔克岛，那个是90%伊朗的原油从那边输出。但如果你占领哈尔克岛，伊朗大概就会自毁自己的石油设施，然后呢也会去破坏整个海湾地区的石油设施。伊朗现在的年轻的这些领导人呢，他已经在跟你玩相互保证毁灭的这一招。那他现在在荷尔木兹海峡啊，各位你看一下这个荷尔木兹海峡，其实很简单了。这看起来它基本上是经过这些的区域，可是它现在画了一个线，是要从上面这个大岛跟那小岛中间的海峡经过。这个大岛是台湾的4倍，这个小岛是大安区台北市的4倍，小岛是大安区的4倍。所以呢，现在它整个禁止你走荷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要你走靠近伊朗的大岛小岛之间，哪个国家不遵守，它就会去布水雷轰炸。所以它整个钳制了能源的牵喉，那全球的油价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好，文七哥怎么看？我先用一个总结哈，请导播再 take 一下，以桥水基金会达里欧讲的帝国兴衰，简单讲，16世纪西班牙的状况就是美国现在在干的事情，所以就是大国的一个没落。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现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了，他在杀死这个所谓的拉尼贾尼自以为胜利的时候，其实他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把一些所谓的和平派、相对温和派全部都给杀死了，所以让人家没有后退的路。所以今天你会看到他说要给你惊喜，我认为将来很可能的惊喜就是类似人肉炸弹。各位不要，我提醒大家一个历史，有一个作家叫做鲁西迪，是写撒旦诗篇的。各位查一下，最后他的结果是在美国纽约州，人家继续追杀他哦，连在美国都会被追杀。他搞不清楚伊朗神权体制的一个政体，这是我要提醒一下美国，不要搞不清楚状况。他有点犯了简书赔错 ，stupid。so stupid， 你没有看到学到任何的经验教训。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委内瑞拉。我觉得罗杰斯讲什么其实都不重要。我们举几个世界各国看到的例子。印度我们知道，他曾经说过，我买1个月的石油不如你们西方跟俄罗斯买。结果你看到美国现在为了自己可能石油释出了所谓的战略石油储备以外，他跟大家讲，你们可以去买俄罗斯。还有我们看到以前他们批判非常激烈的这个叙利亚的领导人是恐怖分子，结果在美国白宫接见他。美国一个这样道德严重夺标的人，你要世界各国怎么想？因此，当我们看到委内瑞拉，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个建州啦，第一个会生气的是谁？你知道吗？议论是我们范玮琪啦，不是建州啦，是见鬼啦！范玮琪一定会生气，你不要把我们建州给拉下来。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美国基本上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你回过头看，今天我觉得唯一可以稍微小观察，会不会有点学聪明是古巴？有没有发现他处理古巴的手法跟伊朗又不一样？他让这个可能古巴的领导人说，你或许可以走，但我让你的政权维续，就不会衍生类似伊斯兰国当时候伊拉克的一个状况。最后我要讲，没有所谓的100%的一个自由。当我们看到伊朗能够继续发动第61波的攻击的时候，代表伊朗的韧性是够的，所以美国的战略严重的失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的 F-35战机其实也是打击伊朗的重要战机。好，但是在五角大厦的最新报告却显示这些战机在伊朗执行任务、更新 F-35软体的努力，实质上是停滞的。好，因为原本安装在参与伊朗战争上的 F-35要升级到最新版的 TR-3。好，但是稳定性的关系还有战力不足，发现有一些持续的缺陷，所以基本上是无法使用的。好，那目前这个远离这个波湾地区远一点点的林肯号航母上执勤的 F-35就存在着这问题所以他们搭载的是比较旧的 TR-2的软体。好，那现在也看到了美国的航母福特号我们昨天也特别有讲到，他们现在要返回到的是希腊的克里特岛来进行整补调查。好，目前他们已经是连续第10个月进行海外部署所以
舰上的官兵已被告知，这次的部署可能会延长到5月。好，整体的出海时间哦，可能长达1年。那这是一般航母这个部署周期的2倍。所以希腊的《每日报》就说啊，据了解哦，福特号航母此行返回基地，主要是为了补充燃料。好，但是船上不是发生了严重的火灾，展开了调查，说是主要在洗衣区，然后30个小时之后才扑灭吗？那军方现在评估啊，可能不是意外哦，是部分的船员故意引发的。好，目的是迫使任务提前结束，但是相关说法仍在调查当中，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好，所以福特号被认为说好像有点狼狈的撤离哈，是不是内部真的起火，还是被击中找台阶下？很多人也有同样的问号。好，那现在美国啊说要摧毁伊朗的飞弹能力，好，但是大家要问说，目前伊朗是已经进行了第61波，还在发射飞弹呢哈，所以呢，大家就说到底为何呢哈？我们看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说啊，开战后啊，向美国跟以色列目标发射了大约是700枚的飞弹，还有3600架的无人机。哦，大家比较好奇是接下来伊朗里头的库存还有多少，还可以打多久？好，那当然看到依旧是炸药荒哦。美国的陆军现在急招标，希望在2031年落成，赶快造。好，这个计划，美国陆军说啊，非常的急迫。那如今因为爆炸物的供应紧张，已经影响到了民间产业，甚至连矿业公司也出现了爆破用炸药不足的情况。好，那现在西方的卫星的这个照片有显示说啊，其实卡达的铺路爪雷达疑似遭受了攻击受损。好，而且部署在这个阿联酋、沙烏地以及约旦的萨德系统也可能受损了。好，那这当然都会使得美军在中东的飞弹预警能力是大幅下降。好，这就暴露了他们的一个脆弱性的存在。好，那目前战争进入到第3周，纽约时报报道说啊，华府其实正在评估2项极高风险的军事选项，一个就是派兵来占领处理这个伊朗的多数原油出口的哈尔克岛。好，另外就是派遣特种部队来深入他们的地下隧道，然后取出浓缩铀。好，那川普阵营目前面临了战略两难。好，因为选择继续升级战事可能就会面临更庞大的军费支出，还有盟友裂痕以及美军伤亡攀升的风险。好，但如果在这时候撤出的话，那伊朗可能就会保留足以制造10多枚核弹的核燃料。好，《金融时报》说，沙国其实对川普政府跟以色列有越来越不满。好，因为把他们拖入了一场战争嘛。好，那波斯湾国家也早就警告，这场战争对整个地区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好，那目前像 F1 赛车已经取消了原定4月在沙国巴林举行的赛事，然后呢也冲击到沙国推动的愿景2030的经济转型计划。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其实因为川普现在真的很忙说他2周之内狂接了30多通的电话采访，说跟总统取得联系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有些媒体是这样讨论。好，那当然有匿名官员说川普常常会把来电的这个部分切换成免时听筒的模式，就是要让一堆人都听到，然后他们就随便的闲聊，还跟他们开玩笑。好，那川普现在似乎有在施压美国媒体那对于伊朗战事的报道内容是罪犯且不爱国，有一些批评。好，那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甚至还放话要吊销某些媒体公司的执照那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五角大厦的简报上面还公开批评媒体，指责他们的报道失实。CNN 当然就批评川普政府嘛，似乎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就选择攻击报道者，认为他对于这个新闻自由限制的国家是怀有羡慕的心理。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了一开始的这个 F-35的问题，我们先问永明教授。川普到现在为止，他有3大意外。他的第一个意外是，一次成功的、精准的斩首攻击，造成了哈梅尼跟伊朗神权政府高层48位集体被击毙，居然伊朗政权没有瓦解。他真的认为你的高层48个人就都不在了，对。端锅了，应该你对政权瓦解，而且会出现亲美政府。他第一个意外，他第二个意外是，
它不但没有瓦解伊朗，还后续非常有秩序、有策略，而且还精准的反击以色列美军的基地以及海湾的国家。你看，美军在这边普鲁爪雷达、萨德飞弹2座，以及第5舰队的海军基地。现在呢，它主要攻击的是在伊拉克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那个美国大使馆非常大，4000多人，然后里面有飞机场，有飞弹防御体系。现在它整个开始攻击，因为那个是整个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指挥中心。川普的第3个意外是，没有想到伊朗还可以去透过对荷姆兹海峡的掌控，然后呢，对影响国际油价，因为他才知道原来20%的油、20%的天然气，再加上可能更高比例的大宗物资，这个化学肥料都必须要经过荷姆兹海峡。一天大概150艘船，现在呢0，或者是在伊朗的同意之下少数的通过。那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怎么去解决？就是伊朗这个政权的维系。那以色列现在再斩首没有用，更强烈的反击，然后军事他就要派海军陆战队。可是我刚刚提过，你不管是要打核设施，还是要占哈尔克岛，都非常不容易，而且可能因为都被看穿了嘛。可能遭受到伊朗的反击更为严重，所以伊朗呢，在这3个层面呢，也就是地缘、军事跟能源上，它有真正的叫做不对称的这种优势。我们两岸在讲不对称那都是讲的自己好听。伊朗这个不对称是真正的战争当中得到验证，它有这个长处，然后呢，美国有这个弱点，以色列有这个弱点，所以呢，现在这个战争卡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当这个战争就算是冷和或者是任何方式停滞下来，你觉得伊朗会不会开始发展核子武器？我个人认为，我保证，因为过去其实比较温和的哈梅尼，还有那个就是被暗杀的国安首长拉尼贾尼，他在2015年是跟西方谈出来核子协议的代表性人物，他现在被干掉，你觉得伊朗会不会发展核子武器？30年了，他如果学北韩的话，老早可能就已经试爆了。海湾国家到现在是最寂寞的，他以为引进美国的军队、购买美国的武器就可以保护他的安全，结果这次受创严重他的经济，你看整个未来他的 AI 的设施还能够再做下去吗？同时，他的安全，战争结束之后他还会跟美国再强化军事关系吗？因为那个时候的伊朗还是会持续是一个威胁啊。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发现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海湾国家是美国可以牺牲的。美国其实是在保障以色列，美国根本不在乎海湾国家的安全，美国只在乎他们的经济以及它的能源，还有它在这边的基地。所以，这些海湾国家现在变得非常的，尤其它的上层领导阶层，引美军来去保护自己的政权，现在呢，被整个海湾地区的人民所唾弃。舰长怎么看？有关于 F-35的问题之前在被大家怀疑 F-35是不是有后门的时候，其实那个美军就有一种说法他说其实你不需要一个开关，那他需要呢不断的透过网络来进行性能提升，也就是像我们用的 APP 一样，用一段时间它就叫你更新，你如果不更新的话呢，实际上慢慢的你的能力这个作战能力就会降低而且事实上为什么要更改它的一个系统？我们这样讲现在的战斗系统可是跟 Rule of Engagement， 也就是交战准则是合而为一的，这样子才能 Sensor to Shooter 直接的也就是查打一体。那我们这样讲它要改，其实是因为因应中东的变局而改。可是呢，目前它测试不得解，所以就这个问题。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看到说第5舰队被攻击的状况。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它是2种不同的弹道？这一种是弹道飞弹，这一种是无人机。高低弹道真的能够同时用一种那个飞弹或用2种飞弹来拦截吗？还真的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跑到它的一个那个波束套里面，你没有到它的一个那个
波束套里面，例如说我们看到最高的是神盾，接下来萨德，接下来是爱国者，这3个的高度并不相同啊。那所以说你必须要飞弹或者是无人机进去才有用。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他们这个伊朗这么有效的直接打击到这一个在卡达的这个长城预警雷达，这个长城预警雷达附近没有防御设备吗？有，在它的那个西北方就有爱国者的阵地啊，就在这里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一个小的，通通是爱国者防空飞弹。所以放防空飞弹在长城预警雷达旁边有没有用，其实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在探讨的，如果说我们来看线图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火箭或无人机，那你低于这个你的远地点低于飞弹的拦截距离的时候，你是打不到的。这个早在国外的文献里面就有探讨，金色穹顶它是有盲点的，那也就代表了现在台湾之盾也是有盲点的。好，我们最后问文吉哥。我这样一想啊，我们常常讲一句啊，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很显然，川普没有在看 TVBS 大白话啦。我希望他多看一点，就会知道外面的状况。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 F-35的这件事情，不管在 TR2 或 TR3，其实这大家都早就知道了。因为你本来买项武器，尤其大家都知道，现在开车人，你越高科技的东西就越麻烦。所以它的后勤补保，我们常常讲，为什么是之后的3倍到4倍钱你要去维护？所以今天我看到了这个所谓 F-35出了这个状况，坦白讲，我觉得会有令人压抑吗？回过头，你看到真的魔鬼就藏在细节里的讯号，就在讲，到底是不是他们故意把这个洗衣区给弄的火灾？各位有没有想到一部电影叫《猎杀红色十月》？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内部的人基本上也认为这是一个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一个战争，不应该发生，否则连美国连胡塞组织都搞不定的状况下，他们当然会今天会变成这样。前阵子的 KC-10的所谓的加油机为什么会在伊拉克坠毁？其实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都是看出来美国的一个力不从心的一个趋势。因此，我们看不管从铺路爪或是所谓的萨德系统，为什么节节败退？因为伊朗能够发动第61波的时候，讯号就已经看到。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川普。坦白讲，你说哇，你很难想象一个领导者会把所谓的公开的电话切扩音。那不只是水母脑，我必须讲，会咬人的狗是不会在那里叫的。包含刚刚我们讲，他如果要打你们北约怎么样，如何。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当他们希望说用爱国主义啊，你们怎么都对美国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他吃到了赖清德的口水。希望大家都要报有利于我美国川普大帝的一个新闻。回过头，我们最后来看所谓的。各位看到细节，如果连一个最简单，我不要讲 TR2 的什么 F-35那种所谓的高级的科技武器，你连炸药都搞不定的时候，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讯号很奇特？捉襟见肘。如果最后真的他说2个派到所谓的哈尔克岛，或是所谓的说这个地面部队，我必须跟大家报告，这即将是一个惨烈的屠杀。你想想看，你把你自己的部队，不管是刚刚讲的迪里波里号的2500或更多人，撒到敌人的一个瓮中捉鳖的一个岛，各位想想看，美国的川普，我不晓得他在干什么，更何况以刚刚我们讲伊朗多山的一个地形。美国说你贝多利分要把真正的部队派进去，把那400多公斤的浓缩铀，我跟大家报告，那只是天方夜谭。因此，我们总结了整个的一个战略态势。我觉得美国现在要找一个好好的下台阶，就是赶快的，譬如说川普，因为他随